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攝影獨白 channel。我喺出嚟中意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仲經常講相機嘅。但今日呢條片咧，唔講相機，都唔講攝影，但係講一件同攝影人息息相關嘅產品。呢件產品我想買咗好耐㗎啦，結果係今日啱啱推出，所以咧我相當興奮同大家講下嘅係乜嘢咧 ？iPhone 17啊！OK， 大家好啊！今日咧同大家講下 iPhone 17啊新鮮熱辣啊！呢個產品咧係我期待咗好耐嘅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用嘅 iPhone 仲係用緊呢個 XR， 即係 10R 啦。哇，幾多代啊？iPhone 11、12、13、14、15、16，中六。足6代我都冇換過，點解呢？因為我唔捨得換機啊嘛，因為用開冇乜問題，咪唔換咯，係咪？一直到上一代 iPhone 16，我就本來想買㗎啦，但最後落取之前，我發覺我想買嗰部機，佢嗰個 USB 充電唔係咁快。嗱，你如果用開 Android 嗰啲新機，即係新啲嗰啲機，同埋 iPhone 嘅話，你比較到你就知道啦。Android 嗰啲機呢，我哋而家用嗰啲機呢，一插條快叉線落去。就算你部機冇電熄咗，你真係1、2秒就即刻着得翻。有咩緊張嘢，你即刻搞翻掂佢。但係部 iPhone 充電真係慢到黐肺，插條線落去真係唔知等幾多秒，等幾多分鐘先至開始撻得着嗰部機。你有啲事緊張事講下冇電斷咗。咁你跟住要撻翻着部機，你真係相當焦慮㗎，所以我就即係一段長時間，我部 iPhone 都係攞嚟做 backup 嘅啫。實際上我都唔係用佢，但我上一代已經好想轉㗎啦，但結果咧係轉唔到，都係充電問題。我又唔捨得買一部Pro 啊嘛，係咪 ？OK， 咁就啱今代咧就17就啱出咗啦。我相信咧就佢嗰啲基本版 iPhone 17唔使買到 Pro Max 咧，嗰個叉電應該改良咗㗎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就即刻就搜羅啲資料。即係睇下我究竟呢一代究竟買 iPhone 17好定買 iPhone 17 Air 或者17 Pro Pro Max 我唔諗㗎啦，即係太重錘啊！咁睇下買邊部好。咁今日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搜羅咗嘅資料同埋我有咩考慮。究竟最後應該買邊部 iPhone 17最好？最啱我用咧，我係影相人啊嘛，係咪？另外，究竟係一啲香港、英國兩邊走嘅人，你究竟買香港版好定買英國版好咧 ？OK， 最後應該點選擇咧 ？OK， 咁今日咧條片同大家講呢樣嘢OK，咁就其實咧即係先講正題之前咧，就吹下水先啦，唔好介意啊。咁呢幾日咧，其實我已經有幾條片想拍㗎啦。結果呢輪咧就自己嘅心情唔係太靚啊。點解咧？真係唔知點解屈住咁樣。特別係我喺琴日睇見有個香港 YouTuber 即係出條片，佢啲 view 數多我好多嘅竟然講到佢自己情緒有問題又曾經有 depression， 講到我都有 depression 咧，確實可能真係有啲 depression 少少嘢我就影響情緒就唔寫好稿嘅都唔拍。我本來有條片講新鏡頭嘅。預告咗之後正式出嘅我又冇拍，有條片講 Donald Trump 嘅鬧下 Donald Trump 好鬼過癮啦，又冇拍，即係好多好嘢好題材我都冇拍，結果咧今日點解我要拍 iPhone 17咧？因為真係 iPhone 17太興奮啊嘛！嗱，留言講下你係咪期待緊買 iPhone 17即係如果係嘅話就留言打個招呼先啦。究竟你想買邊部咧？17定17 Air 定17 Pro 咧 ？OK 嗱，4部機先講錢，先講錢最好啦OK， 咁就先講而家呢次新嘅 iPhone 咧有4部 iPhone 17，咁咧就256G 開始啦，有512啦，售價256咧就係6899。咁咧就美金就799。iPhone 17 Air 呢部機係新型號嚟嘅，薄到3張信用卡咁薄嘅啫，薄到黐肺但係聽講啲電係唔夠嘅，你出街要帶多個尿袋，咁到時就唔係 Air 啦你 Air 之外就多一個尿袋咁又要帶多嚿嘢。256咧就竟然價錢係貴啲嘅，8599美金999仲有512同埋1T 添，真係相當犀利，咁薄嘅嘢有1T。iPhone 17 Pro 好多影相人咧就諗住買 Pro 㗎256買售價係9399，佢真係比預期中平真係心喐呢次美金就1099美元仲有512同埋1TB 版本。17 Pro Max 嘅話咧就唔講啦，我就唔考慮佢啦。如果你考慮嘅話，256、512好似512起跳，我唔知anyway 因為我自己搜集資料冇諗住揾佢㗎啦基本上咧同大家講下先呢方面就係
OK，咁啊17 Air 係新嘅，好多朋友都 target 呢部機嘅，但係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咧，就可能唔係好啱啊，因為太薄嘅機咧，你未必好揸手嘅，即係攞嚟影相嘅話，即係我單手揸住嘅話，薄得滯未必好影相。加上佢呢部機啊，聽講就好似唔多夠電嘅，嗱，實際用過先知啊，即係基本上咧就。蘋果都話佢應該係1日嘅電都夠嘅，但係你知啦，啲電用下就得間80%嘅啫嘛，係咪？咁遲咗你要帶個尿袋出街，佢就唔係 Air 㗎啦。咁每次都好似重返我哋以前好耐之前嘅日子，每日都帶住個尿袋出街咁啊，真係好鬼大鑊㗎嘛，係咪 ？OK， 咁啊就 iPhone 17 Air 就我就基本上我唔會諗㗎啦。我諗攝影人都未必會諗嘅。基本上如果你攞住佢，又希望攞影下相拍下片嘅話咧，就未必會啱嘅。呢個佢可能呢部機有缺點啊，咁啊 skip 咗佢先啦。其實我手就有資料嘅，咁啊 iPhone 17咧係我一部即考慮嘅機嚟嘅，唔係 Pro 嗰部啊。iPhone 17點解咧？佢係 iPhone 嘅標準版啦，性價比係最高嗰部機，相當輕，相對上啊177個 gram 係最輕㗎啦。一般用戶係絕對啱晒，性價比、價錢各方面最平衡嘅呢部機啊。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呢部機係啱大家使嘅。咁啊，至於17 Pro 咧係一部講明 Pro 啊專業啲嘅機。鏡頭第一件事，表面上佢就多咗支鏡嘅3支鏡，除咗佢原先嗰支原生嘅嗰支基本鏡頭同埋支超廣角鏡之外咧，多咗支遠攝鏡。嗱，坦白講，你如果中意影遠攝，即係離遠影下嘅，你追少少星又好啊，即係影演唱會又好，乜都好啦嚇。有支遠攝鏡就好啲嘅。咁啊，加上咧，如果你有時拍下片，有啲檔案大，又傳輸又快嘅話咧，佢 USB 3.0傳輸又快啲。咁啊，甚至呢部機有 ProRes RAW 啊，但係坦白講，1000個用家都未必有一個用得着嘅嘢嚇。咁啊，4K 120P 你拍慢鏡頭就好啦，呢部機唔錯啊。但係如果你覺得，如果你真係影到咁正嘅話咧，我諗你即係512都唔夠啊，你起碼買1TB 先夠啦嚇。咁啊，17 Pro Max 咧就螢幕更加大啦，更加重啦，電量更加大啦，完全呢部機去到2TB 嘅聽講啊，最高第日啦。咁啊就續航又長，部機又重，影相又勁，拍片又勁。咁呢部機你唔好當嚟日常機用啊，真係太重啦部機啊！咁啊，基本上你唔係個 content creator，每日都用 iPhone 嚟拍嘢嘅話咧，我諗係即係呢個 Pro Max 就未必啱你啦嚇。OK， 首先詳細講下我最中意嗰部嚇標準版先，6.3寸嗰個 Super Retina XDR 嘅 OLED 啊，咁啊支援呢個120 Hz 嘅 ProMotion 啊，咁啊相當吸引，其實係。電量呢個係亮度係相當高啦嚇，咁啊基本上咧就防刮能力啊比以前強咗3倍，減少反光，但係佢只係得177個 gram， 即係話咧基本上喺熒幕上其實佢同17 Pro 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就呢次咧真係好多人你未必需要用 Pro 啦，而你需要靚嘅話，唯一即係考慮就係對於影相嘅朋友嚟計啦，佢真係冇咗啲遠攝鏡。不過你影親嗰啲街頭 snapshot 咧，基本上攞嚟影係日常記錄，你唔需要遠攝鏡嘅話咧，其實佢夠晒嘅。後置鏡頭4800萬像素 ，OK，Dual Fusion 嘅鏡頭，主鏡頭加超廣角。咁啊，基本上咧佢有2倍嘅呢個係光學變焦同埋微距。咁我覺得基本上夠使，其實呢支鏡其實係一般係夠使嘅。前置鏡頭都有1800萬像素，可以自拍都算靚嘅。咁啊，所以咧就呢部機我覺得係可以值得考慮啦，即係夠使。如果你唔需要遠攝嘅話，咁啊晶片咧就當然唔夠呢個 Pro 嗰部機咁勁啦。A19 晶片嗰個 A19 Pro 分別喺呢度。咁啊呢個係3納米呢個6核 CPU 5核嘅 GPU， 咁呢啲對於我哋一般用家都唔多理佢噶啦。總之佢能力相當強，但係唔係最強，就唔夠 Pro 嗰部機咁強啦嚇。咁啊影片播放續航力有30小時，你搭飛機飛翻香港，如果冇 delay 再飛翻嚟英國嘅話咧，都足夠你唔使揸電嘅，一直睇片都得聽咁講啦嚇。咁啊連線咧就 N1 晶片相當正嘅 WiFi 7啊，咁啊有個係即係最新嘅 Bluetooth 啦嚇，咁啊呢方面咧就連線能力穩定嘅，咁啊儲存256同512，我坦白講，我真係覺得如果你係影相人，512就起跳啦，256嘅真係唔夠使嘅，我自己就考慮如果我買呢個係 iPhone 17基本版嘅話，我就一定要512噶啦，256就唔啱嘅。咁啊至於 Pro Max 我就唔諗噶啦，正如我先頭所講啦，太重啊對我嚟講。咁啊會唔會都會考慮埋17 Pro 咧？嗱，我即管睇下個熒光幕咧，就同呢個基本版17咧係一模一樣，咁呢個冇分別啦。咁咧就機身咧就
正啲，佢有一個雷射嘅焊接嗰個散熱嘅設計。咁即係話咧，你散熱好啲，但係如果唔係你攞嚟影啲好勁嘅 4K 片，機唔係攞嚟影ProRes 影好長嘅片，佢唔會 overheat 或者熱力冇咁勁嘅話咧，你基本上就呢個散熱對你嚟講係唔需要嘅。咁啊，強化鋁金屬一體化機身，重量就重少少204 Pro 204。Pro Max 就再重啲咁重多幾多咧？我計過啦，重一嚿電芯 ，OK 就唔係重好多咁，所以你考慮啦。後置就正啲3支鏡頭，除咗剛才基本版嘅主鏡頭超廣角咧，多埋一個8倍嘅光學長焦鏡頭。咁啊，所以你遠攝咧，當然佢唔係去到20倍變焦都咁鬼癲啦佢係8倍變焦，一般嚟講咧都好好玩㗎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唔需要遠攝鏡嘅話咧，佢係即係多餘嘅，但係好多一般用家其實遠攝都好重要咯。你見到嗰邊個明星喺前邊追星咁你有支遠攝鏡你正啲啦。咁前置係一模一樣啦，都係呢個1800萬像素。咁呢個就差唔多啦。所以咧喺影相嗰度咧真係多咗2樣嘢，一個就8倍嗰個遠攝，一個就係對焦正啲、防震正啲3樣嘢之啱啊！但係最精彩嘅唔喺呢度，最精彩嘅其實喺個影片功能嗰度。基本上咧影片功能咧就呢個鋪機咧就基本上可以影到4K 120P 嘅。你影4K 嘅慢動作咧，佢會相當正，錄到 ProRes RAW。咁真係如果你對影片要求好高，你後期剪片你又識得搞嘅話咧，咁ProRes RAW 當然係正啲啦佢 Apple Lock 2即係呢啲係齊晒正嘅。佢晶片係 A19 Pro 晶片，效能又強啲啦基本上咧支援 USB3 傳輸快好多，1秒到10 G 相當正。咁晶片咧一樣都 N1 晶片啦，即係 WiFi 7 Bluetooth 就快啲啦。儲存咧就係256、512同1TB，Pro Max 咧就聽講有2TB，我就唔諗嗰部機㗎啦收音又會正好多喎4組錄音室級嘅 microphone， 即係一部手機咁細，有4組即係4支錄音級嘅水平嘅咪。音質相當正，相當音質就顏色我唔講啦，冇所謂啦。咩深藍、宇宙橙、銀色呢啲唔講，冇所謂。顏色到時大家去陳列室自己睇啦，講咩色都假嘅。但係問題咧，關鍵嚟啦咁如果你用緊呢個 iPhone 16嗰啲，你升唔升級咧？坦白講，我就冇咁嘅考慮，因為我冇用 iPhone 16啊嘛但係最大鑊嘅咧，其實係用緊 iPhone 16嘅人咧，你要升級嘅話咧，你會蝕好多錢咧。點解咧？你部機真係跌價跌得好快，將會標準價錢咧 ，iPhone 17竟然係平過 iPhone 16，平成800幾蚊。你話係咪真係癲嘅 ？iPhone 17平過 iPhone 16？真係癲啊！真係呢樣嘢而且咧就 iPhone 16咧，以前有128，而家冇128啦。你拿住部 iPhone 16嘅話咧，真係肯定嘅價錢都係10級以下。熒光幕咧就又正過 iPhone 16，晶片又正過呢個係 iPhone 16。所有一切都係正過 iPhone 16。咁所以 iPhone 16嘅話咧，你就諗緊啦。你覺得而家夠使啱使咁就算啦但係如果你未買機嘅話咧，而家個大嘅考慮就係話，所有嘢都會正啲起碼充電會快啲啦。如果你用 Pro 版當然快啦，你唔係 Pro 版嘅話咧，新一代嘅基本嘅 iPhone 17咧，充電係會正啲嘅。呢方面你就大家考慮下啦。呢方面即係總之就當時呢個我成日覺得咧。Apple 真係好乞人憎咯，轉 USB-C， 但係你又唔係全線都俾一個高速嘅充電即係你去到 Pro 版先快啲，我覺得呢個係特登閹過呢個但係結果都仍然係基本版 iPhone 16個銷路勁啲。其次就呢個係即係當時16嘅基本版會相當銷路好啦但係16嗰個 Pro 版咧都相當唔錯。但係如果出咗呢個17之後咧，17基本版個性能都相當提升，所以我預期咧喺呢一代嘅機咧，基本版嗰個市場佔有率喺4部 iPhone 當中咧，肯定係最正即係最多人買嗰個。而一個 Pro 版個選擇 Pro 版嘅人咧，相對上應該會少咗。咁當然啦，玩呢個Pro Max 嘅朋友咧，應該維持都係小眾嘅，即係死忠就始終死忠。你有需要嘅話咧，你就係會需要啦
嗱，始終我自己考慮究竟我買基本嘅 iPhone 17定 iPhone 17 Pro 咧，我成日諗緊，我其實係一個對拍片冇乜大要求嘅人啊，所以 iPhone 17 Pro 主打最正嗰啲功能咧，喺拍片方面咧，對我嚟講係全部我都唔需要嘅。第一，我自己好少拍 4K 拍高清啊嘛，所以咧，由於我唔拍 4K， 我部機又唔需要散熱好勁嘅，佢散熱勁啲我又冇乜所謂嘅，所以我淨係拍啲日常嘅慢動作就夠噶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咧，4K 我就唔係好需要啊。坦白講，有啲人就會話喂，佢有 ProRes RAW 喎，問心一句，1000個 iPhone 用家都未必有一個會拍 ProRes RAW。1000個都未必有一個，亦都係有啲有啲朋友做 production 嗰啲，佢哋平時都會拍ProRes RAW，但係佢已經有機器拍㗎啦嘛，係咪？即係佢已經平時有啲正嘅機器拍，咁啊點會買部 iPhone 攞嚟工作用咧？係咪？咁啊平時工作影啲正嘢，佢日常生活係咪需要一部日常生活嘅 iPhone 都需要攞嚟拍 ProRes RAW 咧？咁都真係好大考慮。當然我唔排除有啲真係人攞 iPhone 攞嚟做做 production 嘅，有啲咁嘅人嘅，佢係方便啊嘛 ，handy 啊嘛，但係呢啲人唔多咯，所以呢啲朋友就應該用呢個係 Pro Max。唔係呢啲咁嘅朋友唔需要嘅話咧，你買 iPhone 17 Pro 咧，就好大程度你嘅錢咧就嘥咗喺買佢你用唔着嘅拍片能力嗰度、散熱能力嗰度，咁呢方面你自己考慮啦。但係始終佢嗰支遠攝鏡係好吸引。佢嗰個低光對焦能力，嗰個 LiDAR 係好吸引，嗰個避震係好吸引。佢但係佢只係重咗一粒電芯嘅啫，但係價錢貴咗2000幾3000蚊啊，2000幾蚊。咁呢方面你考慮啦嚇。咁啊講錢啦嚇，咁啊講到呢度都要講錢㗎啦嚇。咁 iPhone 17咧，香港而家就6899啦，512就8599，我多數都會買呢部㗎啦。咁啊 Air 我唔講啦 Air 嚇，咁啊我睇17 Pro 啦，17 Pro 嘅話，如果係基本即係256呢個 G 咧，都係要去到9399，比預期中平㗎啦，唔算貴㗎啦。如果你買512嘅話，就11099，1 TB 就12799。咁啊，真係呢方面咧就諗緊啦嚇，8500同埋11000個分別，爭咗2500蚊，爭2500蚊，到時我就真係再諗過度過啦嚇。我自己而家 target 就17同17部，留言講下各位朋友。聽到呢剎那，你自己點決定咧？會買邊部咧嚇？咁啊，總之咧，我覺得呢次咧就好開心地，佢價錢喜出望外，竟然平過 iPhone 16啊！以嗰個標準版嚟計，256 G 計啦，唔好計288冇啊嘛嚇。咁啊，256 G 咧就當時16係7699，而家係6899，平咗800蚊咁多，啱啱平咗100蚊美金嚇。咁啊 Pro 版咧，如果係呢個 iPhone 16 Pro 同埋呢個呢個係17 Pro 嘅話咧，就8599同埋9399，都係爭咗800蚊。即係無論買邊部都比上一代平咗800蚊，所以真係一個即係心理上係覺得呢一代係好抵買嘅，亦都係講緊 iPhone 16嗰啲朋友咧，你部機就即時已經跌咗好多價，仲額外跌多800蚊，起碼都要。咁啊，所以咧二手價錢咧 iPhone 16咧就肯定狂跌。不過假如你係需要一部平地玩部二手機咧 ，iPhone 16就肯定好多平機掉出嚟啦，冇辦法啦。如果佢要換機嘅話咧，實要平賣呢一次，冇計啦嚇。咁啊 ，OK， 咁啊關鍵在於嚟啦，而家有啲好多朋友喺香港同英國兩頭飛，或者香港加拿大兩頭飛嚇，美國都有啲啦。咁啊，究竟你應該喺當地買定喺香港買咧嚇？買邊個版本會划算啲啦嚇？咁啊 anyway 咁啊美國版唔好講啦，美國版係咪而家嚇即係？但係美國版嘅當地一定係好稅㗎啦。如果你係喺海外，你可以做一啲代購轉購，寄去一啲唔使打稅嘅州，再轉運翻香港，咁你就會平啲。但係問題平嗰幾百蚊，你損失咗嗰個即係好多嘢嘅。我轉頭解釋講啦。咁我首先咧，你香港版咧就同美國版或者係中國版都係唔同嘅。香港版咧就一張實體 SIM 卡加埋2張 eSIM。OK 唔係 OK 講清楚啲啊。香港係實體SIM 卡加 eSIM 可以註冊8張 eSIM，
咁當然啦，你部機只係得2個 number 用緊嘅啫。佢即係話咧，可以1個實體 SIM 加1個 eSIM，亦都可以好巧妙地，你唔用實體 SIM，用2個 eSIM。咁即係話咧，你註冊咗個8個 eSIM 嗰度咧，你隨時可以轉換2張 eSIM 又得，可以轉換到1個實體卡加1張 eSIM 都得。即係話咧，有9個 number 你部機俾你隨便調動，相當靈活。甚至你覺得你係一啲即係4圍去旅行嘅人，隨時落到當地，你唔係買啲國際嗰啲通行啲數據嗰啲啦，落到當地買張當地嘅實體卡，咁你就可以將實體卡嗰呢個 slot 咧就留俾你自己靈活轉換用，或者擺嗰度做一張數據連卡啊，係咪？咁啊，其他咧就所有無論你香港嘅卡又好，你美加嘅卡或者英國嘅卡、台灣卡都好啦，全部用晒 eSIM， 咁你係最方便啦。香港版可以咁玩，咁至於英國版咧，同香港版一樣，都係實體 SIM 加 eSIM， 呢個就兩者一樣。咁啊，但係咧美國版就全部 eSIM， 中國大陸版咧就全部實體 SIM 冇 eSIM。咁啊，要買嘅時候咧，你自己注意啦。我始終覺得咧呢方面香港版同埋呢個英國版咧都係咁方便。即係你可以揀實體卡、實體 SIM 卡，或者揀 eSIM 都可以，咁呢方面係相當方便嘅。但係咧有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幾個地方嘅版本咧功能上係有唔同嘅。OK 例如啦喺功能限制方面咧，美加版咧就支援呢個 Live Voicemail，香港版同英國版就冇呢樣嘢嘅。咁啊，你啲香港同英國兩邊走朋友咧就冇計啦，你兩邊都冇呢個服務，咁除非你美加版咧，美加人咧就唔該你就係留翻美加買，你要用呢個功能嘅話，所謂 live 呢個 voicemail 咧，即係話有人打電話俾你，當佢唔通嘅時候咧，佢可以即刻喺部手機打個 message 俾你，唔使收線轉 SMS 啊，唔使收線轉 WhatsApp 啊，轉呢個轉其他嗰啲即係 app 啦直接喺個電話度即刻可以打到俾你，呢個就係 live voicemail， 美國加拿大有。香港、英國都冇，咁啊，中國大陸版咧更加多個限制，佢係冇咗個 FaceTime Audio， 即係話咧 FaceTime 視像佢有，但係冇 FaceTime 講電話，佢就唔俾佢用呢樣嘢。咁啊，就算 AirDrop 嘅話咧，佢所有人嘅模式咧即係限10分鐘，咁啲香港版就冇呢個限制啊。咁保養方面咧要留意一樣嘢啦，香港版咧就香港保養嗱，坦白講，即係我個人經驗咧就。蘋果嗰啲國際保養你要好小心，你個產品冇通訊嘅咧，大致上你可以有國際保養嘅，特別買埋 AppleCare，OK？當你嗰件嘢係有通訊嘅，例如手機、例如 iPad、例如你嘅 Apple Watch，OK？基本上咧，你去到外國咧，佢係唔會同你整得到嘅，因為你裏邊嗰件餡係唔同嘅，佢係換唔到俾你嘅。呢方面咧，大家要注意啦。所以你香港版買嘅機咧。你好大可能咧，你離開香港咧就冇地方同你整到嘅，好大可能應該就係啦，除非唔係。OK， 你英國版買嘅機咧，你就喺英國保養當然最好啦。你離開英國之後咧，我就好坦白講，由於美國嘅機同你唔同啦嘛，你英國版係1個實體 SIM 2個 eSIM， 美國嘅機唔係咁噶嘛，佢點可以同你即係換部機俾你啊？即係有時係收你換啲嘢噶嘛，係咪？咁啊，所以你住喺邊度長住嘅話咧，你最好都喺嗰度買最好喺嗰度買零件又有唔同啊。咁啊，所以咧就如果為咗你如果係兩邊走嘅朋友咧，經常兩邊走咧都係冇所謂啦。你英國住下，香港住下，咁你邊買都冇所謂，你咪翻去嗰陣先整咯。但係價錢咧就英國價錢咧就會比香港貴，英國有20% VAT 啊嘛，所以英國價錢比香港大概貴成2000幾蚊。咁啊，香港買咧就最平嘅，比英國平成2000到2500蚊。咁啊，呢方面係一個優勢啦，呢方面嘅優勢。喺美國咧，如果你揾到個免稅嘅州咧，都係平嘅。但係問題咧，你記住啦，佢係全eSIM咁啊有啲嘢係唔啱使嘅。咁另外要補充少少啦，喺性能方面仲有少少唔同咧，就例如美國版咧，佢有個 mmWave 5G 啊，咁喺機身側邊有個窿嘅，可以俾你連接當地嘅一個 5G 網絡 mmWave 5G 香港係冇呢樣嘢嘅。但係冇所謂，因為香港版我哋係用唔到呢樣嘢，咁所以咧你係冇需要呢樣嘢嘅。咁啊，至於香港人從來都好關心嘅，點解香港機冇咗一個衛星 SOS 咧？係啦，因為香港政府冇開放呢樣嘢，咁啊，所以蘋果都冇開放呢樣嘢喺香港嗰度用。咁啊，無論你拿住全世界嘅機喺香港都係冇衛星 SOS。咁啊，至於你如果住喺英國嘅朋友，
你知道英國啲網絡㗎啦嚇，經常係冇網絡㗎嘛，係咪？如果你行下山，應該好似都唔係人煙罕至，但係突然間冇咗網絡，你突然間就慣低，你一個人行山你要求救。如果你部機喺英國買，你就應該有衛星 SOS 求救到。但係如果你用咗部香港機，你就唔好彩啦，你部機係冇衛星 SOS，你就唔能夠求救。咁啊，如果你長住香港嘅朋友就冇所謂啦，香港冇呢個服務啊嘛，冇就冇咯，沒有就冇，就是沒有，係咪？你如果喺英國，你經常去遊山玩水嚇，咁你要考慮下啦嚇。咁啊，即係咪真係衛星 SOS 對你嘅生命有關咧？係咪？咁啊，你覺得如果呢真係呢方面你救到你嘅咧，咁你就應該買英國機好啲啦，唔好介意俾多嗰2000幾蚊啊！咁啊，你自己衡量呢方面啦。咁啊，最具體啦，講幾時開賣啦？今日係2025年嘅9月10號啊。咁咧就呢部機咧就根據官方講法就9月12號夜晚8點鐘香港時間，咁啊就喺網上就可以即時預購，開售就9月19號就可以有得賣㗎啦嚇。咁啊，所以咧大家坦白講，呢部機係比上一代平8嚿水，又正啲又平啲，所以肯定就相當興奮啊嚇！呢單嘢嚇，咁啊英國時間都係同一日㗎啦，咁下晝1點鐘時差問題，即係國際時間咧。大家同嗰個時間啦，咁啊預購都係9月19號咁啊，美國就唔講啦，唔關我事，美國朋友自己 check 啦。咁啊，所以咧就過2日就即刻有啦。我相信咧呢次咧就應該係相當吸引啊，就係基本版啊 ，iPhone 17嘅標準版咧，基本版咧就應該係性價比最高，搶得最開心嘅呢部機啦。256起跳冇咗128，但係價錢比上一代平800，足嚟。幾乎彌補咗128嘅嗰個差價啦嚇，咁啊你部機又輕又正又平，所以應該就有得諗嘅。咁 iPhone 17 Air 啦，我完全唔諗啊。但係如果有朋友要諗嘅話咧，留言講下你點解要買部咁薄嘅機，咁啊真係正啦，可以攝喺啲大銀包裏邊，有啲銀包長型嗰啲係成部機攝喺裏邊，3張 credit card 咁厚啫嘛，即係好薄啦嚇，咁啊相當正啊嚇。咁啊17 Pro 咧我就仍然考慮緊，但係機會比較微啦。Pro Max 我係真係唔諗啊，即係而家我仍然係17同17 Pro 之間仍然考慮緊，但係我覺得17對我嚟講已經夠用㗎啦嚇，所以咧係咪即係慳翻佢嘅算位數咧嚇呢方面啦？OK， 大家留言講下你自己心目中係買邊部機好嗎 ？OK， 咁啊呢條片翻到此為止，畫面上講買到我推薦嘅台灣出版正體中攝影書，呢批書咧就係無論你攝影新手、高手、老手，全部都啱睇嘅，係我嘅供應商咧喺台灣手刮翻嚟最正嘅書，價錢同香港你市場上揾到嘅價錢差唔多，唔同嘅地方就係你唔使去揾我嘅供應商同你買埋翻嚟，喺台灣運嚟香港俾你，運費相當貴，唔使擔心，唔使你俾，1-2本當然要俾啦，買3本以上嘅話咧，3本或者以上咧，就我供應商就貼埋運費俾你，包埋俾你，用個紙箱膠袋包到好好咁樣 send 嚟俾你，你放心。你就算喺香港買完之後，你搭完車翻屋企，分分鐘自己整查好本書。但係而家我咧就完整地用順豐 send 到你屋企，你嘅辦公室或者就近嘅順豐站。OK，3本以上價錢全免，為咗鼓勵你睇書，我嘅供應商甚至 OK 送一條 USB-C to C 嘅 PD 供電線俾大家，贈品嚟嘅。PD 供電啊，記住啊，你攞嚟充 iPhone Pro Max，OK，一樣可以快叉嚟嘅，唔係慢叉，唔係基本叉，快叉相當正，條線有1米咁長，唔係孤寒㗎，贈品嚟㗎，但係都俾到1米咁長，唔係俾啲咩唔係俾啲咩0.3米、0.5米，係1米咁長，3尺咁長啊！插住部相機 L 插，相當正啊！你個power band 你個尿台所謂啊，擺你個背脊背囊啊，相機袋完全唔阻你，相當正啊 ！OK， 上哥就買到呢批書㗎，我喺咩上哥買到我推薦嘅德國牌子蔡司鏡頭紙，德國牌子德國配方，講明咪德國做啦，講明先啦，一盒200張只係賣200蚊，即係平均1蚊一張。佢有咩作用咧？你知鏡頭好貴嘅嚇 ，OK， 幾萬蚊支、萬幾蚊支、幾千蚊支，但係你一個手指印咧就會整花佢㗎啦，要手指印啊嘛，所以經常咧唔覺意揩到啲油喺上高啊，點處理咧？OK， 你唔使買啲高濃度酒精啊，買啲咩鏡頭水啊、眼鏡水抹佢，唔好搞嗰啲嘢。最簡單攞張只係1蚊嘅鏡頭紙搣開佢，拎出嚟 ，OK， 趁佢濕濕地喺上高抹一抹佢，咁你就好快將啲油漬抹咗佢㗎啦。特點係抹咗之後好快乾，乾咗之後個重點係不流水漬，呢方面相當正啊！如果你用啲高濃度酒精啊、眼鏡水抹完之後分分鐘有水漬嘅，呢方面就唔好滯啦。OK 啊！
就呢盒鏡頭紙咧喺市面上嘅眼鏡鋪都賣緊嘅，佢哋50張通常賣80-90到100蚊，即係2蚊一張左右，我係1蚊張，平咗一半咁滯咧，幾鬼抵啦！唔單止，我供應商係買2盒係包你運費。買2盒包你運費，而且買3盒送一條爬山性相機帶，買4盒咧可以揀顏色。嗱，呢隻爬山性相機帶相當靚仔，我俾咗個相大家睇下。徠卡高層開記者會推出徠卡新相機，佢孭住嗰條相機帶就係爬山性相機帶，點解唔用佢啲黑咪蚊嗰條原裝帶咧？因為爬山性相機帶靚仔咯。當然啦，佢條可能靚牌子好鬼貴啦，我條贈品嚟嘅咋，記住 OK。咁 OK， 玩咩相機就買到噶啦。咁分享到此為止嚇。咁留言講下究竟 iPhone 17你買唔買？2日時間咋，你諗到嘅時間唔多㗎。OK， 點解我咁急拍條片，咁急搜集資料？其實呢啲資料俾我自己睇嘅啫。OK， 咁當然順便急埋俾大家 share 啊嘛，係咪？OK，拜拜。